呀，感谢蓝天储值的催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风情友，小黄鸭今天也是上线了。陆夫吹得很神的骑士神宠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呢？这只幻兽值得养吗？有没有一些关于小黄鸭在陆服没有提到的细节呢？这期影片就一次性告诉大家。蓝天代储是一家多年老店，现在找蓝天储值，仗剑传说报上风情推荐原价3290元的9999加500代金，只要2700出头就有，其他品项也都有甜甜价和多种支付方式哦。下方有详细资讯，有需求的可以使用。另外，不管你是大佬还是萌新，都欢迎加入这个仗剑 Line 讨论群，欢迎大家进来讨论攻略。Line 群不定时举办各种抽奖活动。首先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那就是小黄鸭是目前第一只主动技能比被动技能有用的幻兽。这就意味着中科、大科以上的玩家只能在战力和战斗这两项中二选一。被动的增伤减伤，即使是不朽，也不如熊猫来的实在。真正厉害的则是它的主动技能套盾。这里给我套的盾并不多，主要我是斗士。如果是骑士的话，那么实际盾量大约要多3倍左右。实时品质的倍率是30%，据计算，如果是不朽的话，倍率大概能达到75%上下。一次套盾大约会提供自身40%左右的护盾，加上30%的减伤，还是无真空期的。从各方面来看，都属于超越奇迹品质的幻兽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陆服能吹得那么厉害的原因。不过从我的角度看，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。首先，骑士玩家应该很清楚，自己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抗伤能力，而是造成伤害的能力。所以，哪怕天使的被动回血再少，也很受骑士欢迎，主要还是高达30%的暴击率和精准。当然，这并不足以说明小黄鸭不好用，对吧？那这里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，或者说是策划有意为之的地方。看，小黄鸭的实体化初始能量只有300，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，玩家想要触发实体化的小黄鸭，平均要等待7到9个回合。相比较第2、第3回合就能实体化的其他幻兽，小黄鸭的实体化能量获取效率可以说是极大的影响了实际战斗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真正需要盾的时候，鸭子还没出现；当你有能力扛到第8回合的时候，很大程度上来说，你也不需要小黄鸭。但也不能说完全没用，毕竟国度战斗要20个回合了。大家可以理解为，这是一只针对国度设计的幻兽。斗士和术士，我个人是不推荐拿，毕竟自己真扛不了这么久。闲着佬可以考虑一下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有打算氪很多的话，记得拉他的盾。贤者的回血可以比较有效的延长小黄鸭套盾的回合数，不至于等了这么久，刚刚出现就暴毙的情况。最后，如果你和我的骑士一样没打算购买，但是又不知道需不需要氪的话，我这里会推荐买最便宜的2个档位，然后囤给以后的幻兽。说句实话，这个勒瑟礼包是真的贵。前面2个档位就差不多了。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有没有小伙伴对这只小黄鸭有特别的使用方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